我现在面前的是华为刚刚发布的华为 P60 Pro 啊，我们带大家开箱看一下。当当，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这长什么样子了，对吧？这里有一个透明软质手机壳，一个 SIM 卡针，这里有一枚充电插头，是一个88瓦的，这是一个 Type A 和 Type C 双接口的插头。1、2、3。 当当，哇！我拿到这款呢，叫做洛可可白，是非常细的这种磨砂质感。官方说是有一点点借鉴了大自然中贝母的这种颜色。然后我们这次还拿到了 P60的这个特殊版本啊，叫做 P60 Art， 你可以翻译成 P60 艺术家版本。当当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它的这个整个镜头模组都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线条，左上方这个位置呢，它是偏浅颜色的，而右下方越往下推进是越深颜色的。洛可可白毫无疑问是这一代的明星配色，手感呢是细腻磨砂，抗指纹能力拉满。华为在手机后盖中加入了天然矿物粉，呈现出自然界贝母的质感。后盖在没有光线直射的时候，一体性更强，你能感受到有一些贝母拼接纹路，但不强烈。整体呢是白色为主，但是一旦有光线射入，整个手机也会呈现出真的就像贝母的那种质感一样，有金色条纹和贝壳的暖白色反光，也有晶莹梦幻的贝母光泽。洛可可白视觉上最大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个平面，而是这种立体的有空间感。洛可可是法国18世纪一种建筑装潢风格，紧随巴洛克风格之后啊，特点就是以自然界元素进行设计。洛可可呢，实际上是由法语的洛可和可两个部分组成，其中这个后半部分就是贝壳的含义。而 P60 Pro 在设计之初也借鉴了这个理念，用自然界存在的元素融入到智能手机当中。由于矿物粉走向随机，所以每款洛可可白后盖纹路都不相同啊。开箱看到手机后盖的那一刻，就是全世界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瞬间，有一点点像开盲盒，相遇有一种命运的支配感。小细节，镜头模组虽然没有贝母质感，但是华为很细心的在白色盖板上加入了金色的纹理。说到独一无二，为了验证到底是不是每款都不同，我和迪仔特意对比了一下我们俩拿到的机型啊，好家伙，你别说，还真的是不一样。迪仔那款的贝母纹饰要比我这款更奔放，它那款下半部分有2、3块这种面积比较大的贝母质感，而我这款则集中在右下方。画面放在一起对比那一瞬间，它就有一点父母看孩子参加学校比赛的心情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就看着我这款比他那款好看呢？是不是看自己孩子哪都觉得好？这一段是迪仔和老谢强烈建议我给大家展示的啊，他们俩特意找了家楼下的一个桃树啊桃花拍摄的啊，还用慢动作，妈呀，这个女孩子还真是喜欢浪漫花瓣是一块的啊！主镜头圆环史无前例的突破了镜头盖板的束缚，圆环上呢有极为精致的刻线。主镜头最大光圈和 Mate 系列相同啊，依然是 f1.4， 支持10档可变光圈。下方长焦镜头是这次 P60 Pro 的重头升级，官方说这是首款3轴传感器防抖的长焦镜头，支持在暗光下拍摄出画质超好的照片。我会在评测中跟大家详细聊聊这部分。手感的话呢，你会发现这是很熟悉的华为 P 系列手感啊，很像 P40 Pro 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平铺感强，屏幕四面微曲。正面看的话，和 Mate 50系列相比 ，P60 系列两侧的弧度会更窄，视觉上边框呢会显得更宽一些，但是侧面边框要比 Mate 更宽，因此你握持起来的时候要比 Mate 系列更加稳定。哎，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机会在华为的 P 系列 Pro 机型上看到平面屏幕啊？而且就在其他厂商逐渐去推出直屏手机的时间点，好家伙，华为这次把 P60 也改成了曲面屏幕，让曲面进行到底。P60 Pro 厚度 8.38毫米，重量204克，还是挺友好的。除了常规的 P60 Pro， 华为还破天荒的发布了 P60 Art。也就是艺术家系列，这个系列在后盖设计上采用了非常大胆的曲线镜头模组，不仅是曲线，而且是不规则的曲线。华为的设计师表示，设计理念来自于海岛，镜组就像大海中的小岛，而与岛相呼应的是后盖在浅蓝色与深蓝色之间的渐变，像极了浅滩与深海两种色彩。当我缓慢的旋转手机，你会发现以小岛为中心，手机后盖上有波浪一样的光影层层推进。我自己评价这款 P60 Art 的话，这是一款动态的流淌着的手机，它的每一次移动都充满了意料之外的变换。不过Art 版光面玻璃抗指纹能力弱啊，小油手下单之前要考虑这个因素。以上就是 P60 Pro 以及 P60 Art 的外观快速展示。两款手机都搭载骁龙8加 4G 芯片，配备全新一代的 LTPO 屏幕，配备昆仑玻璃，支持88瓦快充，支持 IP68级防水，也都带来了北斗卫星的 2.0 版本通信。两款手机的不同之处有2个，一个是 P60 Pro 搭载的是4815
5毫安时电池，而 P60 Art 搭载的是5100毫安时电池。另一个是 Art 的超广角镜头是4000万像素，而 Pro 是1300万像素。其他没了。关于这两款手机的详细体验，我们评测见。